爸爸出差带回来一个女孩，让我好好对她。结果第二天，她靠在哥哥身上，污蔑我欺负她，要哥哥给她做主。我和哥哥对视一眼，哥哥帮我捉住她的胳膊，防止她逃跑。我则一巴掌扇上去。一个私生女还这么嚣张，没教养的东西！爸爸出差回家之前打电话给我们说要给我带礼物，我和哥哥面面相觑。一个亲情淡薄、没尽过一天当父亲责任的男人，竟然要给我们带礼物。看着爸爸身边身量苗条、长相我见犹怜的女孩，我冷笑出声。养在外面18年的私生女，果然是个好礼物。爸爸看我一脸瞧不上那女孩的样子，皱眉道：“你妹妹在外面没名没分的活了18年，如今也要认祖归宗了。季婉婉，你和妹妹要好好相处。”我看着眼前这个长相酷似杀死我妈妈凶手的女孩，拳头紧紧握住。一边的哥哥轻咳，我转头和他对视，得到了他的眼神示意，我直接爆发，我上去就扇了那女孩一巴掌。因为之前学过空手道，这一巴掌打得又响又狠厉，把这个私生子直接扇倒在地。我冷笑道：“小三的孩子还想让我好好照顾，我给他施舍点剩饭就算恩赐了。流着肮脏血的贱种，居然还想和我平起平坐，被我用这种话侮辱。”那女孩捂着脸坐在地上呜呜的哭。爸爸还没来得及发怒，我就被哥哥推倒在地，顺带打了一巴掌。哥哥对我怒道：“季婉婉，你竟然敢和爸爸对着干，目无尊长的东西！”我跌坐在地上，一脸不甘地看着哥哥。爸爸却对哥哥很满意，拍了拍哥哥的肩膀，转过脸看向我的时候却面若寒霜。为了补偿你妹妹，我把你妈名下的股份都给季青青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从今往后要是再敢欺负青青，我就要你好看。说完，爸爸甩身就走。季青青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捂着肿起的右脸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跟着爸爸走了。看到人走了，哥哥想来扶我，我拍开他的手，一咕噜爬起来。哥哥焦急地查看我的身体，刚才推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边整理衣服边摆手，没有，地毯厚的要命，我什么事没有，反倒是那个季青青一屁股坐在地板上，尾椎骨估计都要窝断了。哥哥扑哧笑出声，保姆阿姨叫我们过去吃下午茶。春日午后的阳光温暖明媚，哥哥端起杯子喝了口咖啡，看到2楼围着爸爸转的季青青，俊朗的脸上划过一丝轻蔑。小三的女儿只会围着男人打转的东西，还配拿我妈妈的股份？我嘴角勾起微笑，轻声道：“哥哥，你要学会忍耐啊，毕竟要把他弄死，你要出很大力气呢。”说完，我们相视一笑，接着享受风雨前最后一段安宁的时光。我和我哥季灵是同母所出，母家在没落前是京城数1数2的大户，妈妈是他们家的独女，却识人不淑，看上了我爸这个穷鬼。我爸靠着妻子发家，却在母亲病危时出轨，气死外公。他甚至还抢走了妈妈留给我们的财产，送给小三。好在那个小三早死，只留下了季青青这个私生女。本来我们计划的是等哥哥彻底掌权，再去收拾爸爸和季青青这2个贱人。没想到爸爸这么没有耐心，还没等季青青稳固好自己手里的财产，就急着把她送进季家。这下虽然计划需要提前了，但是我和哥哥却会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拿回来。只不过处理这件事的时候，需要一点小小的计谋。季青青果然傻得可爱，自以为自己是女主角，大家都应该无条件对她好。因此哥哥对她宠爱有加的时候，她竟然没有一点警惕，还十分享受。季家靠着媳妇发家之后，爸爸自以为功成名就，就开始一点点放松对季氏的管理。直到近几年，哥哥几乎已经全面接手季家的生意，成了京城豪门之间默认的掌权人。原先由我和哥哥一起出席豪门之间的各大酒会，季青青看我穿着漂亮的晚礼服，戴着豪华的首饰，羡慕又嫉妒，于是就向哥哥撒娇，说自己也想去。我为此大闹一番，更加坚定了季青青想要插足的想法。最后还是爸爸出面斥责我不懂事，不知道让着妹妹，于是让保姆撤了我的服饰，全部送给了季青青。季青青自以为大获全胜，像只赢了的斗鸡似的挽着哥哥。我一脸同情地目送他们离开，心里为哥哥点赞。季青青出身市井，哪怕有与我匹敌的外貌，也学不来我从小养成的待人接物的习惯，更别说走路的仪态、用餐的习惯和交谊舞的跳法，这些她通通不会，她怎么敢和我争？于是，在2个小时之后，我的闺蜜发来消息给我吐槽：“季婉婉，你哥脑子没进水吧？把你们家那个私生女放出来干嘛？她啥都不会，刚才跳舞的时候还踩了我的脚。”我靠！我看着手机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我都能想象出来季青青那一副笨手笨脚、无所适从的样子了。晚上11点，哥哥带着季青青回家，刚进门我就被红着眼睛的季青青狠狠地瞪了一眼。我一脸无辜地耸耸肩，哥哥拍拍我的肩膀，眼里那点幸灾乐祸都懒得藏。本是富二代的群在今晚炸了锅，大家都知道我和这个私生女妹妹关系不好，嘲笑她的时候都不避着我。我草草扫了一眼群里的消息，和我猜测的没错，季青青果然过去之后就开始出丑，她和谁说话对方都是彬彬有礼，但是往往都是寒暄2句就离开。我暗暗发笑，废话，一个私生女还想让眼高于顶的少爷小姐们对你热情。在后来跳舞的时候，哥哥被生意伙伴邀请着去包厢商谈项目，季青青就被留到了舞池。然后她因为不会跳舞，踩了每一个和她合舞的男伴，交换舞伴的时候还踩了我闺蜜。闺蜜宋茜当场阴阳怪气，某些人融不进去的圈子就不要硬融，搞得自己和小丑一样有意思吗？季青青当场就红了眼。等哥哥回来，她还不敢告状，生怕哥哥觉得自己表现不好，下次不带自己来。
京城的交际圈就这么大，好不容易来了个新角色，等嘲笑完，无聊的少爷小姐们就开始扒他的身份。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季青青的祖宗18代都快被挖完了。第二天上学，季青青早早起床，化着淡妆坐在餐桌上吃饭。我踩着点来餐厅，看到哥哥一脸贴心的给季青青剥橘子，季青青接住吃掉，酸的差点失去表情管理。我强忍笑意，看到哥哥背过身去，幸灾乐祸的笑止都止不住。等我吃完饭，门外的司机打开车门，送我和季青青去上学。爸爸为了补偿季青青，把季青青转学转到我们学校，吩咐季青青好好学习，就接着去会所浪了。豪车的隔板缓缓升起，季青青一脸挑衅地盯着我。昨天我去酒会上，那些豪门的少爷和小姐都很喜欢我，都和我说话呢。好多少爷都请我跳舞，这是姐姐你享受不到的待遇吧？我对着车顶翻了个白眼，抽出今天的法语报纸看起来。我的妈妈年轻时在法国读设计，因此很希望我也学会法语，每天都坚持让我看法语报纸。久而久之，管家也养成习惯，把法语报纸放在车里。季青青看我这样，也不甘示弱地拿起座位上的报纸，看不懂硬看。我嗤笑出声，却没出言讽刺。到了教室，我坐在位子上，看着季青青，笑容满面的自我介绍。等介绍完，老师给他安排座位。教室里只有顾长青的座位是空着的。老师犹豫不决，还在想要不要重新搬张桌子。因为顾长青是我的未婚夫，而季青青是季家的私生女。按照一般玛丽苏的小说来看，他们两个凑在一起，怎么也会搞出点故事来。季青青知道顾长青的身份，马上自告奋勇：“老师，我就和这位同学坐吧。”老师为难地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反对，只能点头。周围的同学们看到季青青一副迫不及待往上扑的样子，心里都多了几分厌恶。我神色自若，拿笔记出来复习，任凭季青青缠着顾长青。顾长青生性冷淡，却出乎意料的对季青青耐心十足。一个上午下来，季青青对顾长青的称呼已经变成长青哥哥了。宋希看我不紧不慢地干自己的事情，刚开始还有些替我着急，再后来却若有所思。我就这样当缩头乌龟当了2个星期，直到经济学科的小组作业，季青青抢了我的位子，硬是要跟顾长青一组。我冷笑一声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揪住季青青的马尾，把她拖进厕所。周围的同学都在看热闹，和我关系好的还悄悄起身，挡住了想要多管闲事的男生。我专门选了个没有还没打扫卫生的坑位，把季青青丢进去。季青青尖叫：“季婉婉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就不害怕长青哥哥找过来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抬手赏了季青青2个巴掌。长青哥哥，你们关系这么好啊，叫得这么亲密，果然是你那个贱种妈生的，当小三都是家族遗传啊。季青青还想反抗，被我一脚踹坐在坑位上，校服登时就湿了。你的长青哥哥现在不在，让我好好教教你豪门的规矩。宋希一脸嫌弃地拿起半满的垃圾桶，刚想往季青青身上倒，就被赶来的顾长青喝住：“季婉婉，你放开你妹妹！”我转身看到顾长青西装革履的姗姗来迟，胸口上还挂着学生会会长的工作牌。季青青看到他来，哭得梨花带雨。顾长青心疼地扶他起来，随即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没想到你这么善妒，我只不过是看青青过了18年的苦日子，心疼他你就处处为难他。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，如果还有下次，那我觉得与其娶你这个蛇蝎美人，还不如娶青青。说完，顾长青扶着季青青离开厕所，留下我和宋希。临走的时候，季青青瞟了我一眼，眼里都是胜利者的笑容，而我也如了他的愿，摆出一副不甘心的样子。等2个人彻底消失在视线里，我和宋希才松了口气。宋希长长的伸了个懒腰，笑嘻嘻：“季青青刚才被你踹到厕所里，身上沾了好多脏东西。顾长青离他这么近，那不是衣服也脏了？”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瞬间被恶心到了。下次打他的时候换的地方恶心死了。季青青最后还是和顾长青组队，完成了经济学的作业。不过老师还是给了季青青低分，因为他看出来整个作业都是顾长青写的，季青青不过在划水罢了。金发碧眼的经济老师皱眉看着讲台上的顾长青：“顾你和婉婉2个人配合的这么好，为什么不合作了？你现在的组员很糟糕，并不能和你的思维同频。”老师说的是法语，季青青听不懂，一脸茫然地站在顾长青旁边。台下的少爷小姐们却都笑出声，转身看向坐在最后一排的我。我面无表情，好像他们说的不是我似的。顾长青无言以对，只是垂下眼睛用法语道歉：“我很抱歉，搞砸了这次作业。”老师看了一眼站在旁边楚楚可怜的季青青，叹了口气，摆手让他们下去。宋希坐在第1排，看到老师给了季青青最低分，老师一边打分一边用低声嘀咕：“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？不喜欢有能力的伴侣，非要找个漂亮的花瓶。”宋希扑哧一下笑出声。季青青在下面一脸愧疚地给顾长青道歉，顾长青揉了揉她的头发，反过来轻声安慰她。季青青自从上了学就一心扑在顾长青身上，放学连作业都不写就钻进厨房里给顾长青烤饼干。我所在的学校虽然是国际学校，但是校方却对学生的成绩要求很严格，再加上豪门的孩子大多努力，文化课和特长两面开花。季青青本身文化课基础就差，来了学校之后又不听课，一场期中考试直接把她打回原形，她的成绩甚至比那几个平时逃学飙车的20组还差。作为恶毒反派，我当然要把这种事情传出去。5分钟之后，校园墙上出现了一张打着码的成绩单，由于上面的分数低到离谱，
谱，刚发出去就引得无数人围观。海城豪门子弟之间大多相识，再加上宋茜故意放出消息，不一会就套出来，成绩单是季家的私生女季青青的。评论区马上又贴出我级部第1的成绩单。我说过没有下次，你和青青是姐妹，却这么侮辱她，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是时候和你退婚了，季婉婉。顾长青面若寒霜地说完，拉着季青青转身离开。季青青被突如其来的胜利砸晕，愣愣地走了。顾长青为了一个私生子要和季家退婚的新闻很快传到季家，爸爸匆匆从会所回家，小心翼翼地去顾家打探消息。顾夫人微笑着接待了继父，优雅地吩咐身后的佣人给客人上茶。我们长青确实和季家的大小姐没什么感情了，但是季家二小姐温柔贤淑，很是讨得我的喜欢。这下继父才放下心来，接着不着家的四处享乐。季青青从继父嘴里套到消息，骄傲的不得了，安安心心的带着几个狗腿去最近的商场，疯了似的进货。我窝在花园里喝下午茶，一边的哥哥边剥柚子边嘱咐我，下次骂他的时候记得悠着点，这次要不是长青动作快，那美工刀就要落到你脸上了。我冷笑，我一看到他就想起他那个贱人，妈是真心忍不住。哥哥的动作一顿，我接着说，当时妈妈都下病危通知书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了适配的肾源，却被那个贱人一把夺去。咱们跪在地上求老头子和主治大夫，结果他说那个贱人肚子里怀着他的种，所以这个肾他非移植不可。结果妈妈硬是被熬死，那个贱人却一点事没有，还生下了个儿子，甚至还想登堂入室当季家夫人。一个被妈妈资助走出大山的女学生，却背信弃义爬了爸爸的床，真是不得好死。哥哥把柚子剥好放在我手边，安慰道，至少现在他和他儿子已经被咱们设计的车祸撞死了，只剩下季青青和老头子就好办多了。顾夫人说到做到，周末专门开了酒会，宴请四方宾客，宣布顾长青和季青青订婚的消息。开宴之前，季青青满面红光地挑着品牌方送来的衣服，看到我一脸阴沉地下楼，还笑着招呼我，姐姐来了，今天是我和长青哥哥订婚的日子，姐姐也可以来帮我选礼服哦。我冷笑一声，趁着周围没人抄起桌子上的卷尺就把它绑了。季青青为了维持自己娇弱的外观，断食断水，现在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迎着她惊恐的眼神，微笑着观察她，你在挑起我怒火，这方面倒是很在行，不如把你舌头拔了送给我，好不好？季青青一脸恐惧地看着我。身后的哥哥看到我和季青青纠缠在一起，强硬地把我们分开，对着我怒目圆睁。季婉婉，你不知道妹妹马上就要和长青订婚了吗？你自己没把握住机会，就去嫉妒你妹妹。我尖叫出声，才是季家的大小姐，和你一个妈生的妹妹，你为什么要偏心这个贱种？啪的一声，哥哥给了我一巴掌，面若寒霜地说道，什么一个妈生的，只要是爸爸的孩子就是我的兄弟，我对事不对人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说着，一边的保镖上前压住我，我被压在地上跪下，只能听见哥哥的声音，你今天就不要跟着去酒会了，待在地下室反思你的过错，等到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再出来。我被押走的前一秒，我微微抬头，余光里看到楼上爸爸满意的神色，我垂下眼睛，掩盖住眼底的讥讽。哥哥让人把我关在地下室，却没收走我的手机。我看着宋茜给我实时播报酒会现场的情况。顾妈妈拉着季青青的手，露出微笑。顾长青和季青青对视，从偷拍的角度竟然有几分含情脉脉。我面无表情地按灭手机，起身去地下室的杂物间。在妈妈去世之后的大半年里，地下室是我常住的地方。当时哥哥被送去寄宿学校，而8岁的我被留在别墅里，被迫看着爸爸带着不同的女人回家，颠鸾倒凤。我因为母亲的离世噩梦缠身，经常半夜哭叫着醒来，扰了爸爸的兴致，然后我就会被丢到地下室。地下室里放着妈妈的遗物，对于别人来说阴气森森，对于我来说却很温暖。我打开杂物间衣柜的柜门，睡在衣服上，一股冷香萦绕在我鼻畔。我睡了这几个月来的第一个好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柜门被人打开，我迷迷糊糊的想起身，却被哥哥连着被子打横抱起。季青青留在顾家过夜，老东西去会所逍遥，不用担心。我安心的沉沉睡去，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。我下楼吃饭，哥哥递给我一个木盒，我打开，里面是古朴漂亮的玉镯。我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顾家的传家宝。我抬眼看向哥哥，哥哥淡定道，昨晚顾阿姨为了演戏演得真一点，给了季青青一条赝品手镯，说是顾家的传家宝。她把我叫到佛堂，说你才是她认准的儿媳妇，让我把这条真品带回来。我把手镯拿起来，下面压着一张黑卡。哥哥接着解释，下面这个是顾长青给你的，说他害怕你以为他会假戏真做，就把他的全部资产都上交给你，表明他对你的一片真心。我扑哧一下笑出声，收起盒子和哥哥道谢，拿起筷子吃饭。季青青一直到下午才回家，我正在客厅给花瓶里插花，她穿着无袖长裙向我走来，手腕上还戴着那条赝品手镯。她假惺惺地向我笑，拿起一支开得正好的花，姐姐真是好兴致，只不过玫瑰代表爱情，姐姐刚才痛失所爱，用这个不太合适吧。我冷笑一声，抢过花朵，这是蔷薇蠢货。说完，我丢下脸色难看的季青青，径自上楼。之前我挑衅季青青，是因为她刚来顾家，手里又握着妈妈的股权，警惕性很高。为了让她更信任感激哥哥，放松警惕，我不得不扮演一个唱黑脸的角色。
再后来，我上手抽季青青，是为了让季青青对我产生逆反心理，让他为了报复我去接近顾长青，和顾长青订婚。现在我的目的达成，就没必要对着这样一个贱人耗费心力了。我照常上学，身边恭维我的人却慢慢减少，几个小门小户的人看我失宠，马上转身去巴结季青青，其余高门大户的少爷小姐却照常和我说笑，毕竟他们也不屑于放下身段去讨好一个私生女，因此即使季青青订婚，他们也照样和她走得不近。日子就这样到了高三毕业，毕业舞会当晚，顾长青单膝下跪和季青青求婚，我坐在台下，穿着简单干练的西装，一脸淡漠地看着人群焦点的他们。季青青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连连点头。正要戴上戒指的时候，季家的司机破门而入，一脸焦急道：“季小姐，季小姐不好了，老爷他在会所里晕过去了。”周围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，知道内情的人都在和不知道的人分享。季青青他爸贪财好色，已经连着几年都泡在会所里不回家了。是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家在会所里有股份，他都是我们家的 VIP 了。而且你是不知道，季青青他妈是他前妻资助的学生，两个人看对了眼，早勾搭上了。季青青被说的脸色铁青，但是看到旁边脸色同样不好的顾长青，连忙陪笑道：“长青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爸爸肯定是出门应酬才晕倒的，我这就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季青青就狼狈离场，跟着季家司机匆匆去看老东西。我和台子上的顾长青交换了个眼神，我微微一笑，向他举杯，随即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老东西常去的那家会所，其中80%的股份被我秘密收购，现在里面几乎都是我的人，因此在他常喝的酒里加点东西这种事情还是很好办到的。哥哥去苏城出差，我又消失不见，全家只剩下季青青，焦头烂额的给老东西收拾烂摊子。顾阿姨听闻此事，给季青青打了通电话，委婉的告诉季青青，顾家对外的企业形象高大正直，放弃正房的大小姐而去迎娶私生女已经是极限。如果继父再爆出这么不光彩的新闻，那他就要好好思量他和顾长青结婚的可行性了。季青青慌了，能攀上顾家是他努力了很长时间的成果。为了能陪顾长青，他甚至没有选择出国镀金，反而是选择了京城一个并不好的大学上学。他不能因为一个常年泡在酒色堆里的父亲而放弃未来，因此在老东西醒的时候，季青青第一个冲进病房，勒令他不许再去会所。继父看着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私生女，冷笑：“怎么，季青青，你以为你攀上顾家就可以来对你老子发号施令了是吗？”季青青攥紧拳头，忍着怒火假笑道：“爸爸，我马上就和长青哥哥结婚了，您再忍上几个月可以吗？”继父这几年在会所里泡着，里面的人对他都是百依百顺，他哪里还听得这些忤逆他的话？砰的一声，床头的玻璃杯被继父砸在季青青脚下，碎片划伤了季青青的脚背。“给我滚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老子的事还轮不到你插手。”季青青被赶出房间门，门外一个化着浓妆的女孩看她出来，娇笑着进去。进去没过一会，病房里就响起了女孩的娇喘和男人油腻的喘息。季青青闭上眼睛，强忍着怒意拨通了某个电话，低声道：“我想向你买点东西，对，就是能让人无声无息死掉的那种。”一边说着，季青青拿起放在座椅上的包包，离开医院。我站在季氏的总裁办公室，季青青打电话的声音顺着包包夹层的窃听器传过来。我和坐在椅子上喝茶的哥哥对视，相视一笑。我们卧薪尝胆，快3年，现在终于可以收网了。2个月之后，季氏老总突发脑出血身亡，留下巨额财产给3个已经成年的儿女。让人惊讶的是，季氏老总的遗嘱里将手里的股份平分，一半给了哥哥，另一半给了季青青。营销号们纷纷八卦，有的说正房所出的2个人会对私生子赶尽杀绝，有的则说明明季家大公子和私生女关系极好，应该会对自己亲妹妹下手。在这个紧要关头，季氏的前员工突然站出来举报季家偷税漏税，并且挪用公款，请求税务局严查季氏。季家算是京城里纳税的大头之一，闻言，税务局马上带人封锁季氏大楼，一时间季氏股价大幅波动，就等着查出证据来打跌。季家上下一时间焦头烂额。在这个重要的关头，我消失了，涉及自己的利益。季青青也很着急，看着焦虑的哥哥着急道：“哥哥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啊！季家的财产不能刚到我们手里就缩水啊！”哥哥也很头疼，我手上的股份不足以彻底支配季家，现在很被动。季青青犹豫，他知道如果他把自己的股份转交给哥哥，那哥哥在季氏就占有80%的股份。他不舍得，但是他也没有扭转乾坤，让季家起死回生的能力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双修长温暖的手搂住他的肩膀，顾长青低沉好听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：“青青，你去签股权自愿赠与的合同，帮你哥哥度过季家这个难关吧。你哥哥的人品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不会害你的。更何况，哪怕他失败了，顾家也是你永远的后盾。”季青青被搂住，眼里闪过一丝挣扎，随后绷紧的身体一点点放松。“好，我相信哥哥，我签合同。”说完，他转过身搂住顾长青的脖子，娇笑道：“那如果失败了，长青哥哥要养我一辈子哦。”顾长青弯起嘴角，冰冷英俊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：“当然了，我的宝贝。”季青青花了3天走完所有合同，不仅将继父遗嘱中给他的股份转赠给季玲，还交还了原本属于我们母亲的股份。
顾长青为了表示自己要和季青青同甘共苦的决心，请求母亲在顾家大宅为季青青过了盛大的19岁生日。季青青作为顾长青的未婚妻，登上了京城各大娱乐板块。她在感动之余，将继父送给她一别墅的古董和顾长青共享，有些古董珍贵到不可估价。一时间，媒体都在赞颂他们之间的爱情。我坐在纪氏研发部的办公室里，看着季青青笑靥如花的脸，面无表情地关上电视。旁边研发部的部长心惊胆战地看着我，我神色冷淡。我们再来测试一次新产品，这次的产品一定要在纪氏恢复销售之前做到完美无缺。这段时间就辛苦大家了，年终奖一定不会亏待大家。税务局查来查去，竟然没发现纪氏的一点缺漏。到最后，那位前员工自首，说自己被开除后心有不甘，于是拿出假证据来诬陷纪氏。而纪氏第一时间报警，表示要和那位前员工走法律程序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而哥哥因为拿到了纪氏80%的股权，发号施令，无人阻挡，很快就稳住了纪氏的股价。与此同时，纪氏发布最新产品的预告片，产品本身自带的黑科技和实用技能，勾起了无数消费者的兴趣。一时间，纪氏的股价竟然还有了上升趋势。季青青在纪氏的庆功宴上喝得酩酊大醉，错过了纪氏的新品发布会，所以他不知道新品发布会的主持人正式消失了。快1个月的我，这1个月里，我带着研发部攻坚克难，为纪氏研发出的新产品做了完美的收尾工作。发布会上，我穿着西装，挽着干练的马尾，拿着翻页笔在舞台上侃侃而谈。面对大家对新产品的质疑，我微笑着对答如流，引得了不少人的好感。于是等到季青青酒醒，看到的就是媒体对我大肆的报道。季青青在季家待了3年，比刚来的时候机灵了不少，马上打车到季氏。我早有预料，早早和哥哥等在总裁办公室。季青青冷笑着进门，把刊登着我召开发布会新闻的报纸摔在桌子上，质问道：“季婉婉，你不解释下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我喝了口咖啡，对她微笑：“季青青，你还记得你和我第一次见面，我对你说过什么吗？”季青青皱眉看表情，应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问。我笑着起身，一步一步走向他。我说：“小3的孩子还想让我好好照顾，我给他施舍点剩饭就算恩赐了。流着肮脏血的贱种，居然还想和我平起平坐。”听我说完，季青青猛地喘了口气，抄起桌子上的花瓶就要砸向我，结果被坐在老板椅上的哥哥死死握住手腕。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哥哥，委屈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也帮着这个贱人？”季灵轻笑着甩开他的手，抽出桌子上的湿巾，嫌弃地擦擦手：“别叫我哥哥，小3生的贱种不配这么叫我。”看着他眼眶通红，哥哥笑道：“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想法吗？我的想法和婉婉一样，你那个贱货妈明明是靠着我妈妈才走出大山的，却恩将仇报，爬了我爸的床，生下你还不知足，明明自己没病到移植肾脏的程度，却为了抢我妈妈的活路，硬是要换肾。我和婉婉跪在 ICU 门口，跪了1晚上，求着你们给我妈妈调活路。当时婉婉才8岁，膝盖上跪的都是淤青，而你却在18岁心安理得地踩着我母亲的尸骨登堂入室，还享受着我母亲的股份，凭什么？”季青青被哥哥逼问得节节败退，跌坐在地毯上。我冷笑道：“说到底，你就是个蠢货，竟然会相信我们会对杀母仇人的女儿和颜悦色。我们烫上几年的黑白脸，你就乖乖的把股权都吐出来了。谢谢你啊，季青青。”话音刚落，警察就破门而入，在季青青的手腕上铐下手铐。“季青青女士，有人报警说你下毒，害死了你的父亲，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。”说完，他们不顾季青青的挣扎，强行把季青青押走。门外都是我匿名请来的娱乐小报的记者。季青青被铐着出门的时候，闪光灯响起，照得她无处可逃。季青青拒不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，但是卖给她药的人为了减轻罪行，一五一十的全招了。直到继父的尸检报告出炉，他才认罪。在我的示意下，原本沉压在季家10几年的新闻，因为这件刑事案件全部被翻出来。从妈妈资助女学生到女学生爬床，再到抢夺肾源，妈妈去世，继父吞掉外公的财产，最后到继父带着养在外面的私生女回家，享有和我们一样的待遇结束。一时间，微博上的热搜都和季家有关，恩将仇报，见利忘义，吃绝户，小3上位，鸠占鹊巢。无数难听的词被安在那对狗男女身上，封尘10几年的秘密被揭开，却已经物是人非。我坐着季家的豪车，在3年之后，第一次光明正大的出现在顾家大宅门口。我手腕上戴着顾家的传家宝，被顾阿姨抱在怀里，久违的感受到妈妈的温暖。顾阿姨心疼地摸着我的头发，好孩子，这么多年委屈你了。我眼里带着泪花，反抱住顾阿姨。顾阿姨和我妈妈是从小到大的好闺蜜，从小看着我长大。听到我要为王母报仇，她二话不说就答应要帮我。一番寒暄之后，我和顾阿姨一起进屋子。顾长青端着我最喜欢的点心，眉目含笑：“婉婉，欢迎回家。”顾阿姨看着我害羞的样子，笑着催促我：“快去呀，傻孩子，这傻小子等了你好长时间了。”我红着脸扑到顾长青怀里，顾长青把点心放下，紧紧地回抱住我。意难平终将在我的努力下和解，万事终将如我意。莫道春光难揽取，浮云过后，艳阳天我也要走向我的艳阳天了。